嗨，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是老矿战，欢迎收看《俄语黑夜轨迹》粉丝作消息通整系列的第2期《混沌顾客篇》。在片头先给各位说明一下，影片的游戏顺序是按照消息数量排序的，电子玩偶暴动的消息最多，其次是混沌顾客，最后是现实收割者。目前看来，制作组会把重心放在电子玩偶暴动上，因为消息量是真的多，并且就在昨天还发布了原型体欢乐包的新形象，很帅气哟。估计等到 Act 2发布后，才会专心开发另外2款粉丝作吧。回归正题，由于混沌顾客相关消息比较少，所以这期影片的时长会相比上一期要少一些，不过还算完整，依旧可以分为3类进行展示与解析。那么就快进入今天的主题——混沌顾客消息统整，来看看这期精致粉丝作都有什么惊艳的消息吧。我们走。在9月22号，作者 HitTop 发布了一支混沌顾客的东京电玩展预告片。虽然看不出来这支预告片跟东京电玩展有什么关系，但影片内容非常值得一看的哦。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然后是2只新敌人的语音揭露影片。Добрый вечер, я диспетчер. Ты проделал такой долгий путь. Доверился кому попало и считаешь, что вернешься как было? От этого мира никто не уходил живым. Я тебя везде вижу. От меня не спрячешься. О, извини, но ничего,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тебе повезет.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моего главного наемника, разрушителя. Пора ринуться вперед! Стоять, кому говорю! Манекены! За ним! Мастер и я поставим тебя на твое место! Мастер! Он здесь! Понял. Быстрее, быстрее, быстрее! Ты никогда не увидишь, как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мой молот! Я попрошу мастера повесить твой труп на ту огромную елку. 咱们先从预告片开始。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复杂的、门特别多的 Act 1区域1。为什么说这部分是区域1呢？因为在这部预告片发布的同时，作者在他的 Discord 伺服器中发布了这样的说明。原版区域1的场景都让人眼前一亮了，没想到他们居然又翻新了一遍，并且翻新后的场景更加精致了。相反，让我们来看看某位作者的重制版。太亮了，好吧？而且人体模型上也有新的机制，这部分我们可以得知，在触发追击的时候，人体模型会先尖叫一下，然后才冲你而来。虽然这个改动比较吓人，如果这个人体模型在拐角处或者在你附近看不见的地方突然尖叫一声，肯定会把各位吓得一哆嗦。不过幸好这个改动也算是一件好事，在人体模型尖叫的时候，人体模型是原地不动的，
这个时候是玩家用武器击杀他的完美时刻。希望这个特性可以一直延续到后面的2个 ACT 吧，这样我们就可以专心对付那些精锐敌人了。然后是这个马拉克印记复活点，从原来的简笔画变成了油漆材质。还有这些地图上可能会刷新人体模型的红门，可恶，好像变得更多了。更新后的混沌顾客惊吓度肯定会提高。其次是这些类似第4关场景上挡住的门，人体模型只要路过门就会自动开。可惜我们玩家只能通过这里的控制面板开门，幸好开门没有太大的延迟，但在推进或被追的过程中还会是一项威胁。最后是整个地图规模，3处展出地图的片段，老狂没找出任何对比得上的地图位置，可能是真的整个地图都翻新一遍。我的天，难怪更新时长这么久，不光要做新的区域，旧的区域也翻新了一遍，而且还翻得更好，这个用心程度简直碾压某个联动狂魔啊！说回最后的新区域，新区域一共展示出了3块，一是疑似托管儿童乐园一样的室内场景，这块区域是一个多楼层区域，楼梯在这里可以看到。场景风格肯定是跟商场连在一起的，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水晶，也没有在2层看到可以进来的入口，1层也没有入口的话，可以推断这个区域会是跟首领周旋的区域。至于下一位会面对哪位首领，肯定会是调度员，在一个狭小过道并且满是拐角的地方，跟一个总是知道你在哪里的敌人周旋，肯定很刺激。2是这个写着地面的场景，这个不难猜测，这个区域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室内场景，就像地形很宽阔的下水道。区域入口我们在原游戏就可以找到哦，并且也有在老狂的混沌顾客解密篇展示过。走向写着地面的出口的话，到地面就会看到这张图透所展示的内容。十分荒芜和冷清的街道，直到我们走到商场门前，进入场景看一些剧情，然后我们就会开启区域3的收集。区域3就是这个有水晶的室内的满是商场门店的场景，这个就不用多解析了，没有太多细节，唯一的细节是这也是一个多楼层的区域，这部扶梯就可以看得出来。希望这个场景不会有人体模型的复活点吧，让各位玩家过关起来也比较容易一点。ACT 2的部分流程大概可以推测出来了，首先进入下水道，走到地表，然后一直走到区域3的商场开始追击，最后到这个儿童乐园。再往后的流程老狂就猜不到了，因为没有任何透露的消息。然后呢，是我们的敌人语音揭露预测。Добрый вечер, я диспетчер. 这段可以透露出这关从头到尾是一个黑夜关卡。Ты проделал такой долгий путь, доверился кому попало и считаешь, что вернешься как было? 这段肯定是影射道格背景的剧情，但目前没有任何线索透露俄语粉丝作中道格是怎样的背景，看看制作组会怎样安排吧。老狂预测的话，看最后一句很可能会跟原版一样糟糕。От этого мира никто не уходил живым. 给我们施压哦，虽然会是作为追击下的台词，但别小看我们玩家的记忆力哦，看我一命通关。Я тебя везде вижу, от меня не спрячешься. 这句话给了我们玩家一个消息，调度员跟雕像熊妈妈一样，有着永久透视我们玩家的能力，希望它可以被我们的眩晕和相位猛冲控制住吧。О, извини, но ничего,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тебе повезет. 这句话结合动作是跳杀台词，老狂感觉初见游玩绝对会听上石周4这句台词。然后轮到我们的毁灭骑士了，不过老狂很惊讶，骑士居然是女的，之前看外形还以为是个纯爷们儿。Приветствую моего главного наемника, разрушителя. 虽然主要解析的是骑士，但傀儡大师这具佣兵究竟是从哪雇佣来的？这个噩梦中还有其他的事件？ Пора ринуться вперед! Стоять, кому говорю! Манекены! За ним! 第1和第3句会是追击我们时的台词，第2句可能是发现我们的时候。Мастер и я поставим тебя на твое место! Мастер! Он здесь! Понял. 这一段可以证明骑士会是一个收集阶段的敌人，有点期待俄语粉丝作中游戏过程中的敌人们互相会有怎样的互动台词都已经有了。 Быстрее, быстрее, быстрее! 追击台词，如果动画属实的话，骑士会在追击过程中很可能会召唤几个散步的人体模型，立马朝我们的位置追过来。Ты никогда не увидишь, как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мой молот.
大概率是追击台词，而且他的武器是锤子。Я попрошу мастера повесить твой труп на ту огромную елку。这句话如果是作为首领放在战前动画会很合适。各位觉得毁灭骑士会作为怎样的敌人登场呢？还是两个都会？好的，以上就是预告片解析的部分了，接下来轮到图透部分了。从人物开始，这两张就是之前语音揭露的两位调度员和毁灭骑士。这张也不用多说，如果预测正确，就是前往区域3商场的过场，看看制作组怎么安排吧。这张风格上感觉是电子玩偶暴动的，要说他会在混沌顾客的哪里，猜测不到任何线索。老狂唯一的想法可能会是在 Act 2的结尾那里，在结束商场区域之后前往商场的地下设施。除此之外，真的没有任何头绪。然后是最后一张，不知道会有什么精彩的东西会在2025年发布，或者是2025年完成混沌顾客的3个 Act。不知道各位对这个2025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各位的想法。好喽，以上就是预告片及预告图的全部内容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OST 试听及分析部分，来听听后续那些带感的音乐吧。走。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接下来进入解析环节。首先是意义最明确的 Landscape of Radiance， 将会是接下来的阶段曲。Nothing will help you 节奏偏快，但风格嘛不好判断啊，感觉当追击和首领曲都很合适。老狂感觉这首曲会用在追击上，把一个随时知道你在哪的敌人放在收集阶段，再伴随跑步触发追击的人体模型们，难度肯定会更上一层楼。Night Spirit 节奏偏慢，有点史诗的感觉，猜测会作为首领战的曲子，同时骑士也会变成首领对付我们。虽然语音里有说跟傀儡大师一起追我们的语音，但就像解析说的，毁灭骑士会作为收集阶段的敌人登场。最后的这首 Out of Dreamers 虽然略索图上是骑士，但曲子风格很平缓寂静，结合曲名，老匡认为后续会插入道格相关的剧情，并用这首曲子作为背景曲，希望可以预言成功。不知道各位预言家观众们有什么更好的猜测呢？好啦，各位观众们 ，OST 试听及解析的全部内容就到此结束喽。接下来准备进入各位最感兴趣的制作组 Q&A， 我们走。制作组 Q&A 环节，第一问：马拉克出现在这里，是不是意味着他会在混沌顾客中登场？作者回答：只是为了好看才把它放在那里。6啊，上期也说过的，马拉克不会出现在混沌顾客里。看来马拉克十分相信傀儡大师的实力啊。第二问：调度员会在 Act 2中登场吗？你能提示一下他有什么能力吗？作者说他很强壮，我们无法确认谁更强壮，
无论是原型体 Lucky 还是调度员，但我仍然认为原型体 Lucky 更强。尽管我们知道调度员的能力，一般作者会给精英怪们设计多个技能的，比如原型体 Lucky 的加速和瞬移，傀儡王的召唤和浮空。不知道调度员除了透视还会有什么更加新颖的能力呢？第3问，混沌顾客区域2是目前最小的区域吗？不，最小的是欢乐帮区域2上半部。不知道作者是按照什么来判断区域的大小的。混沌顾客的区域2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错综复杂的，给人以一种混沌感，且单层路线相对简单，所以看起来可能会略小一些。当然，这2个地图的设计都是极其精妙的，点赞。第4问，这个 Lucky 人体模型会是敌人吗？会。人体模型居然还会有不同外貌的啊！一想到 Lucky 的大脑袋配上人体模型的瘦胳膊瘦腿，好违和。不过不知道这个人体模型能不能被我们击杀呢？或是这些人体模型有没有仿照人物的技能？比如这只兔体模型会 Lucky 的加速。第5问，调度员是首领还是阶段敌人？都是。这么说的话，调度员也会类似于区域2的傀儡王一样参与阶段追击吗？现在单看调度员的外貌，感觉他不会像傀儡王那样飞行，那么具体的追击状态还真的不好猜，期待一手。第6问，傀儡大师和调度员会有其他形态吗？例如梦魇模式？作者回复可能会。从作者的话来看，可能作者也没有想好是否要加入别的形态。但如果真的有别的形态的话，会不会是红纹傀儡王、红纹调度员？第7问，在欢乐帮粉丝座结束时，会给我们解答为什么混沌顾客开始时 Lucky 给了我们一根水管吗？也许吧。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为什么作为敌人的 Lucky 会主动送上对付人体模型的武器？是因为玩家和 Lucky 达成了什么协议吗？我觉得原因可能会很有意思。第8问，原型体 Lucky 和傀儡大师是中性的吗？作者说是，而且他们互相认识，但他们不是闺蜜。互相认识却不是闺蜜，这个我可以理解。毕竟如果都是马拉克麾下的干将，彼此应该都略有了解，那么不是闺蜜又有什么深意吗？结合开头 Lucky 本体给予我们攻击人体模型的水管，我猜傀儡大师和 Lucky 的关系应该蛮微妙，甚至要撕破脸皮的感觉。第9问，调度员有心灵感应之类的能力吗？因为预告片和语音揭露里都有，我在哪都能看到你无所遁形之类的话，他可以做到，但不同于普通的心灵感应。他可以做到，言外之意就是这是一种技能，而并非外物，也就是说可以排除监控一类的东西。而心灵感应的效果是所有敌人都会显示红框或者红雾，隔着墙也能透视。那么如果不同于普通的心灵感应的话，会不会像红水晶那样的效果？或者是调度员作为中枢，可以通过发现玩家的人体模型定位玩家？第10问，人体模型在之后会有什么变化？是速度上还是有新的机制什么的？他们会有新的机制。新的机制，我想应该除了这个尖叫起步，还会有其他更多的机制吧。不过这条问题的时间是9月2号，而预告片的时间是9月22号。我想他们所说的新改动就是这个了。第11问，你们重新设计了区域1吗？区域2也会吗？我认为区域1重新设计了，区域2不会。确实重新设计喽，而且设计得更加精致了，添加了非常多的细节，以及更多的危险。对于区2没有被重置，感觉既遗憾又感到轻松。遗憾的是不能看到更加华丽、超自然的场景，轻松的是难度不会得到提升。好耶！第12问，新版本的混沌顾客区域2会成为必经区域吗？会，现在它不是秘密区域了。这样的太好了，之前第一次游玩的时候根本没有发现区域2的进入方法，现在成为必经区域了，真好。第13问，调度员会在 Act 2中展示新形态吗？会的。刚刚的问题说可能，现在的回复是肯定会，已经实锤喽。但是要说是什么形态，以及什么时候展示新形态，老孔感觉会在首顶战的时候展示出来。但特殊形态的话，梦魇形态。但以电子玩偶暴动的3位原型体来看，作者肯定会有梦魇以外的自创形态用在调度员身上的。最后一问，骑士会免疫我们的武器吗？作者讲说你杀不死他，但你可以用武器反击。这样的话，可以创新的玩法就变得多了起来了。我猜的话，有可能是像只狼那样的打法，或者是类似空洞骑士对战乌姆的样子，感觉出来之后会很有趣。好喽，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期俄语粉丝座同整混沌顾客篇的全部内容啦。
不得不说，消息量的确比电子玩偶暴动要少得多。但它给了我们2次更新时间，2024这个时间应该是更新 Act 2，这个2025我想会是完结这款游戏。这样优质的游戏做到完结居然只用2年时间，而且同时还要制作另外2款同质量的。希望作者们要保养好自己的肝啊，超不容易。而且他们有些人还需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学业。相比之下，看看我们正在处理家庭麻烦的联动狂魔。哦，对了，不要忘记点个订阅加喜欢，支持一下老狂哦。下一期就是我们俄语消息通整的最后一篇现实收割者喽，点个小铃铛，不错过更新哦。那么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拜拜。